优美的校园的环境啊。当然我们也进不去啊，就在它的门前看一看。不管怎么说呢，当地人还是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的啊，就跟刚刚那块牌子上写那句话一样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开始我在西樵山的环西樵山骑行啊。这会我就不导航了啊，直接围绕着这个西樵山一路骑下去啊。我也不知道到底要骑多远。刚刚呢一段路骑了9公里，那我相信环西樵山骑行应该是不止9公里吧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我感觉也有一条专门的骑行道吧，那我就骑上来啊，安全系数高一些。广东这边呢，它也是有好多山的，每一座山呢，肯定经过几百年、上千年，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名山，要不就是佛教，要不就是道教。西樵山上面呢，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大佛的，应该是当地的佛教名山。那我们以前也来过很多回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开着车直接上山，围着它在下面这样骑行呢，第一回。我相信这种地方呢，虽然也受到一些现代化的影响了，但是民风呢还是比较保守、比较传统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又有一个村庄了，但我就不进去了。这边呢顺着自行车道我们往前骑吧。右侧呢也是一条河冲，就围着山有水啊，这种感觉就相当不错。我相信呢，从右侧这些小路进去啊，应该会更靠近西樵山的山区吧。但是我们也不去挑战了啊，我们就在外面走吧。今天我穿着短袖啊，吸取了昨天的教训。昨天我穿着长袖外套出来，结果起了一头汗。今天我穿着短袖啊，刚出门的时候还有些凉飕飕，但是呢，骑到现在我已经开始身体有点发热了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穿短袖出来才对的。
前方2公里是西樵山的南门，但是我就感觉这边啊好像越来越漂亮了，我就拐到里面去看一看吧。应该是一个停车场。边上呢也有很多村民的房子，建的都还挺不错。我正对面的呢就是西樵山的山体了。现在我到山的方向去转一转。原来这里面全部都变成了巨大的停车场。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或者举办宗教这种活动的时候，应该是停满车的。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公园啊，这仅仅是一个停车功能的地方。但这边还是开着不少的花呀。好，很不错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到此一游吧。非常开阔的一片地方。这里倒是有一个建筑物啊，西樵山自然生态教育中心啊，这是这么一个地方。好吧，并不是旅游中心。6420请扫码离场。好，我还是原路返回啊，沿着外面的路去行。
我看到这个山下面还是有很多个连在一块的小湖。你看啊，这是右侧的一大片的水域，哇，这个还是挺美的。哇，这里面也是大狗子。哇，这条小道很美啊，就在湖边，风光非常好。这种地方真的非常适合骑单车。当然，体力好的年轻一点的人啊，在这边慢跑也不错。这边还有一个影视城。我想象的很多武打片啊，这种实景的镜头应该就在这种地方拍的吧。这个狭长的湖啊，非常的大啊，而且真的很长耶。其实里面也有一条路啊，也是可以走的。看到啊，这边河边有一些植物，应该是芦苇花吧，迎风摇曳的姿态很美啊。可以看到啊，对面呢就是西樵山的山顶，那边有很多的建筑物啊，相信有很多的庙宇之类的。
这里就是所谓的奇庙博弈影视城。哦，这边有黄大仙祠免费开放。那边可能就是西樵山南门了啊。你看啊，这边应该就是黄大仙的庙了。前面呢建的永定门，相信就是这边的一个影视中心吧，建了一些以前供拍摄用的仿古的建筑物。现在我正面的就是西樵黄大仙祠啊，当然我推着车毕竟不大方便吧，就到门口一游吧。永定门有门禁啊，应该是要卖票的。对面还有一个迎宾楼，应该是一个游客服务中心，也有一些餐饮提供吧。到此以后，就在这个山脚下，有这么一个休息地方，也是不错的。哦，对面的有一个现代的建筑物是南海博物馆。好吧，虽然这边有快餐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赶我们的路吧。不要错过，有美味快餐、现煮汤面、正宗西樵大饼、秘制龟苓膏、海带绿豆糖水、冰冻凉粉麦。好，那我们就离开西樵山南门，继续围着西樵山这个山体啊骑行。右侧应该是那个影视城的另外一个门了啊。总之就是仿古的一些建筑。
马路对面呢是宜根粤韵文化旅游园啊，想必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及展览，当然也是一个游乐地方吧。马路对面是河边农庄啊，这条骑行道真的非常幽静，环山骑行非常不错的一条道路。当然我就搞不清楚还有多少路要骑啊，可是我的手机呢，因为刚刚导航用了一阵已经没什么电了，所以我就要充会电才行了。这边还是国誉影视城的一个停车场呢。刚好这边有凳子啊，我这边稍事休息，给我的手机充下电吧。好，刚刚在道路边上的石凳啊，略事休息，喝了口水啊，正在为我的手机充电。那我就不导航了啊。那我想着就围着这个西樵山的山路往前骑应该没有错。刚刚在地图上呢，我稍微留意了一下，大概已经围了这个西樵山呢，骑了半圈，可能不到一点吧。所以呢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骑，但是风景很好啊，今天又凉快，所以我们就缓缓向前骑行，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段路。哎，这边又给你画了一个骑行道啊，好像是可以骑里面的。那我们就骑到里面来吧。哦，这就是从一个湖变成一条河了啊！现在在河边骑行，哇，这个树都开的花，很美啊！你看这水里还开了几朵莲花，紫红色的莲花，蛮少见的，很美的。果然拐到里面来骑，感觉更好一些。这里有一座小桥，算是一座花桥吧，开得非常美的花朵。那我到桥上去站一站啊。哦，原来这个里面呢也有一条路的。但这个路我就不知道走到哪去了。
我想还是走外面吧。哎，这边还有一座桥，叫环山沟啊，就这个河道叫环山沟啊，就是环山有一条这样的水道。我相信前面应该还有桥啊，所以我干脆就到这个里面去骑一下吧。森林公司花牧场，应该是一个单位的林场。到里面的小道上骑行啊，又是一种感觉啊，好像离这个山更近了一些。哦，这边有非常多的花被风吹落在地上，这段应该很美。你看啊，这应该都是紫荆花吧，有点像日本的樱花开放的时候那种感觉。啊，前面还有。那就继续往前走一段吧。这段路不错啊，就在花的树林当中穿行。前面呢还继续可以往前走啊，但是我们还是通过这座小桥走到外面去。哎，这边又有条路了。
原来左侧呢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啊，这个半山上有很多的墓碑，风水非常不错的一个先人安息的地方。这条路呢又拐到山边来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右侧里面居然有不少的烂尾楼啊，建到一半就停工了。你看啊，这是不是一片烂尾楼？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学生劳动实践基地，啥也没有。右侧是一个养蜂场啊，有蜂蜜出售。
左前方呢，看到一些居民的高楼了，应该快要接近城区了。前面有听音广场、飞鸿馆、千古情，应该都是一些旅游的地方吧。哦，骑到里面来了呢。这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哦，这里才是西桥中学。你看，专门一座桥连到这边，里面是一个中学。啊，这还挺漂亮的。站在山脚下的一片地方，很漂亮。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建筑物，类似一个博物馆之类的吧。南海大地艺术节。一组非常雄伟的建筑物。右侧是西樵山索道的车厂入口。这边是有索道可以上山的啊。乔山文化中心站，现在是乔园西路上啊。你可以看到对面这个建筑物呢，应该就是乔山文化中心了，是当地的一个文化中心。占地非常大，非常气派。它的对面就是我的右侧呢，就是西樵山索道。
不愿意走路的人呢，就在这边坐索道上去。西樵山客服中心西门，前方还有个白云古市，也是免费开放的。看来这附近呢就是西樵山的西门了。我从南门那边过来的，应该已经骑过了半圈，不止了吧。这边呢就有一种广州西湖边上的感觉，很多绿地，很多水塘，树木绿化非常好。就在我的右侧呢是白云仙观啊，哇，一路要走上去才行的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相信呢，前方不远处就是西樵镇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段啊。这边呢，应该从古到今啊，就是一个旅游旺地来的。你看啊，时不时你会见到一些这种池塘，覆盖着这种睡莲啊、捉风亭，挺美的吧？就移步换景。对面呢就有很大的停车场之类的，这个一片森林，密密麻麻的。这边应该是西樵山下来的这条山路吧。对面呢有一个侨园公园啊，我记得有一回我还来转过的。既然闲着无事，我们就来转转吧。当地的一个公园。这边也是龙舟基地啊。你看，这边有很多雕塑，挺好玩的。我记得以前我来过这边啊，从乌龟到各种属相的小雕塑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到后边去看一看吧。
这就来到了这片湖区，哦，还是挺美的。你看啊，连这个湖其实应该也有专门的骑行道。这个地方真的挺不错啊。这个湖我相信很早以前应该就有的吧，就是当地人的一个休闲去处。这里还有个小岛啊，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哦，很有意思啊。其实从这边呢，通过一个几曲桥是可以去到对面的，但我不知道对面能不能再过去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去探一探吧。湖光山色，还有绿树，还有很多花作伴，真不错。上来看看山，看看花。啊，遗憾啊，没有路可以过去。
原来这条曲桥啊，连着那边的一个小岛，它没有办法连到马路对面去的，所以呢，我搞错了，只能原路返回了。但是呢，也到这个湖中间去走了一下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这边呢有专门的公共厕所，我们去利用一下啊。环着西樵山啊走了很多路，又来到了这个公园里面啊。觉得今天应该是心满意足了吧。乔园公园单车驿站，所以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些设施。这个是乔山大酒店站一个巴士站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条巴士线路。对当地来讲，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。这里呢，我相信是传统游客来的比较多的地方啊，所以有不少的餐馆、各种的商店啊，为游客服务。更有很多的停车场。这座山真的是为当地老百姓啊带来好运啊，也会有很多的游客来自四面八方，不但到这边来消费啊，也会带来各种信息，增加一些人文的色彩。所以做当地的人呢，还是蛮有福气的。原本呢，如果你要从广州骑个车去到这边，并不是说骑不到啊，但是确实有点遥远了。所以能够搭乘一段地铁到这边来走走，我觉得是最佳的一种出行的方式，也是现在一种比较新的旅游的方式吧。这边呢有更多的游客服务的商店啊。前方呢有一个牌坊，还是蛮好看的啊。那我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在西樵山的第二段的骑行，基本上环着西樵山走了应该大半圈吧。最后一段呢，我们等一会儿就从这边骑到南庄地铁站。这一段呢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